朋友，请允许我问你一个深刻的问题：如果生命中那些让你痛苦、让你困惑、让你心碎的时刻，并非随机的意外或无情的惩罚，而是一份精心安排的课程，你是否愿意停下来，去聆听它隐藏的教诲？在2500年的古老智慧中，存在着一个根本性的真理：一切发生皆有因由。这并非宿命论，而是对存在秩序的深刻认知。它关乎你如何看待那股不断推着你前行的生命洪流。我们中的大多数人，穷尽一生都在与不想要的现实搏斗。我们紧抓着快乐的瞬间不放，抗拒着痛苦的必然到来。我们问：为什么是我？却忘了问：这想要教我什么？今天，我们共同来探讨这门古老的功课：如何学会放下，如何接纳生活中的好与坏。因为在宇宙的宏大设计中，你所遭遇的一切都只是你走向觉醒的必经之路。我们首先要面对的是佛教中的无常。你体内数以万亿计的细胞正在更替，你身边的人事物都在流动。然而我们却要求生命之河为我们停下。佛陀早已洞察，生命包含痛苦，而痛苦多来自于我们对无常的抵抗。想象你置身于一条奔腾的河流中，当你遇到一块巨石时，如果你拼命想推开它，你只会筋疲力尽，甚至受伤。但如果你像河流一样，选择绕过它，适应它，或温柔地雕刻出新的路径，你反而能以一种毫不费力的方式继续前行。执着于应该如此，是与河流为敌；接纳实际如此，是与河流合作。这种接纳并非消极的躺平，它是一种极度的积极和智慧。它能帮助我们区分痛苦 pain 和苦难 suffering。 痛苦是第一支箭，是生命的必然，如身体的疾病、关系的结束。但苦难是第二支箭，是我们自己射中自己的，那是我们对已发生的痛苦所附加的抵抗、怨恨和不甘。当我们痛苦，不是因为事情发生了，而是因为我们拒绝接受它已经发生。正如农夫的故事告诉我们的，马跑了，也许马回来了，也许儿子摔断腿，也许每一次的也许都是对当下不贴标签的智慧，是放下对事件的及时判断，相信生命自有其深远考量，学会放下对抗，你才能在变化中找到你真正的力量和柔韧性。一切皆有因，这就是因果 karma 的真谛。因果不是坐在云端上的审判官，它是一种自然法则，如同重力
它关乎你创造了什么，以及你所创造的将如何回馈于你。但因果最微妙也最强大的部分在于心意因果。请想象一个平静的湖面，你投下的石头是你的行动，激起的涟漪是结果，但你的思想才是湖面上的第一圈涟漪。当你带着愤怒、恐惧或怨恨去思考时，在你开口之前，你已经在湖面投下了一颗负面的石子。这涟漪会改变你的能量场，影响你的肢体语言，最终决定周围的人将如何回应你。当你带着善意、感恩和同情心去思考时，你投下的就是一颗充满光明的石子。一位长期被工作环境困扰的人，当他开始练习假设逆转，带着他们只是沟通技巧不好，但意图是好的心念去面对时，他的内在能量转变了，周围人对他的态度也随之转化。他没有改变同事，他改变了他与同事的关系。这就是因果的自由所在。你无法收回过去的石子，但你可以在每一个当下选择投入什么样的石子。因果不是宿命，它是无限的可能性。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切，都是在为未来创造全新的涟漪。因此，修行不是去外部改变世界，而是回到我们的本心，净化我们心念的意图。我们最大的痛苦源于对那些从未打算永远停留的事物紧紧执着。这种执着是徒劳的，就像你试图用紧握的拳头去捧住一把流沙，你越用力，失去的越快。非执着，并非冷漠，爱在放手中才会倍增。真正的爱是希望对方幸福，即使这意味着要放手让其自由。想想那位珍爱水晶玻璃杯的大师，他之所以能如此欣赏它的美丽，是因为他已在心中接受了这只杯子终将破碎的无常。正是因为知道它不会永远持续，与它相处的每一个瞬间才变得如此珍贵。当你放下对必须胜利的执着，你就能带着勇气和好奇心去尝试。当你放下对必须拥有的执着，你就能更自由地享受已经拥有的。放下不是失败，而是力量的展现。它让你将不再需要用于抵抗的能量，用于创造更美好、更真实的生活。最终，所有这些教义都指向一个目的地：解放。你的挑战不是为了击垮你，而是为了让你发现自己内心深处那牢不可破的本性。那份能够观察到痛苦升起和消散的觉察，才是你真正的身份。当你从受害者意识转向学生意识，从被动忍受转向主动学习时，你就在进行意识的炼金术，将最困难的经历转化为智慧。你生命中的一切发生都有一个目的，一个终极的因由。这个因由常常包裹在不舒适的课程中，但如果你看得足够深，如果你信任得足够完全，
你就会发现，贯穿每一个喜悦、每一个悲伤的金色线索，这条线索始终是爱。爱通过你独特的视角认识自己，爱通过你的挣扎变得更强大。爱在你遇到的每一个生命中认识自己，爱伪装成你经历过的一切，耐心地等待着，直到你准备好放下执着，透过伪装看清。愿你在每一次心念的流动中，看见生命的流转，看见空的智慧。愿你学会臣服于因果的完美节奏，放下对抗，与生命共舞。因为一切发生都有原因，而这个终极的原因永远是爱。